同样的绿豆，为什么有的人煮出来的绿豆汤是绿色的，有的人煮出来却是红色的？今天咱们就用自来水和纯净水测试一下，看看绿豆汤的颜色是否和水有关。开煮之前，我们先测一下2杯水的 EC 值。EC 值可以理解成水里溶解东西的多少。纯净水的数值在50左右，说明它比较干净；自来水的数值在1000左右，说明里面本来就有更多的矿物质和离子。这里重点提醒大家，这并不代表自来水脏，而是它的水质更复杂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同样的绿豆、同样的时间、同样的火力，用这2种水煮出来，颜色会不会不一样？刚开始加热的时候，两边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，绿豆开始吸水，慢慢变胖，锅底也开始出现小气泡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只看画面，我们很难判断哪一杯最后的颜色会更深。这也是这个实验最有意思的地方。一开始越像，后面只要有差别就会越明显。水开以后，绿豆皮里的颜色开始慢慢跑到了水里。现在就要看2杯水的表现了。如果纯净水这一边颜色更清亮，自来水这一边颜色更深，甚至有点发红发暗，那就很有意思了。因为他们用的是同一把绿豆，区别只是水不一样。当然，这个变化不一定每个地方都完全一样，因为不同地区的自来水本身就不一样，有的地方差别明显，有的地方差别可能没那么夸张，但这正是它最真实的地方。现在可以看到两边已经开始有一点差别，纯净水这一边看起来更偏清亮，自来水这一边颜色更深一点。如果你家里煮绿豆汤，发现颜色有时候偏绿，有时候偏红发暗，可能就和这些条件有关，并不是所有发红的绿豆汤都是坏了，有时候只是水质、加热时间、接触空气这些因素让它的颜色发生了变化。继续煮了一段时间以后，2个烧杯里的颜色开始明显分开。纯净水这一边整体还是比较清亮，颜色变化比较慢，但自来水这一边颜色明显更深，甚至开始有点发红发暗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实验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，两边用的是同一批绿豆，火力一样，时间一样，唯一明显不同的就是水。刚开始它们看起来差不多，但煮得越久，水质带来的影响就越容易被放大。绿豆皮里本来就有一些容易变色的物质，在加热、接触空气、遇到不同水质的时候，颜色就可能慢慢发生变化。所以有些人家里煮出来是偏绿的，有些人煮出来是偏红、偏褐、偏暗的，并不一定是谁煮错了，也不是说发红就一定坏了。很多时候是因为水里的矿物质、酸碱度、加热时间、开盖还是盖盖、接触空气多少，这些条件叠加在一起，把绿豆汤的颜色推向了不同方向。最后把2杯绿豆汤摆在一起对比，结果已经不用解释太多了，一杯偏绿，一杯偏红。整个过程里我没有加任何额外的东西，同一批绿豆，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煮法，但最后的颜色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很多时候真正影响结果的东西不一定一开始就能被我们看见。此外，绿豆汤还有另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，它并不是出锅以后颜色就彻底固定不变了，有时候刚煮出来是一个颜色，放置一段时间后还可能会继续慢慢变深。所以我把这2碗绿豆汤放在桌子上，又拍了1个小时的延时摄影。不过从画面里可以看到，这一次变化并没有特别夸张，只是颜色有一点点继续加深。这说明绿豆汤放置后的变色并不是每一次都会非常明显，它还会受到温度、空气的接触面积、原本颜色的深浅、放置时间这些条件的影响。如果刚煮完的时候2碗颜色差异已经很明显了，后面再放1个小时，变化可能就不会像煮的过程中那么剧烈。但这个延时也能说明一点，绿豆汤的颜色不是一个瞬间定格的结果，从加热到出锅再到放凉放置，它其实还在缓慢变化。只是这一次最明显的差别已经在煮的过程中出现了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，绿豆汤之所以会变成不同颜色，这是因为绿豆皮里面有一些容易变色的东西，它们遇到不同的水质、不同的酸碱环境，再加上加热和空气，颜色就可能变化。所以有的人煮出来偏绿，有的人煮出来偏红偏暗。最后问一下大家，你们家的绿豆汤是什么颜色的？